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OK， 来大家好，我又回来了，很久没有做一个分享视频了，关于这个 Harvard H2HV。因为今天呢，也不讲今天啦，其实讲这个月是我买了这辆车的1年的时间了，所以我就想说，可能可以做一个视频，再做分享一下关于这辆车，分享一下我这1年来驾驶的体验跟感受啦。OK， 我刚刚才打完油，然后因为刚刚我的车是剩半桶油的，我跑去打满它，所以我可以知道它跑了多久，所以多远。然后这里的仪速表呢，它蛮精准的，其实它这里是说我平均可以我是走了一个14.6公里这样子，在我的之前的半桶油是因为我走了 highway 啊，这跟大部分是 highway 啦，然后一些 city 路这样子掺，所以可能88% highway 28% city 这样子，在这个仪速表面说之前的，所以我现在打满了，说刚才打满，这里是一个多少钱？这里是77块，说大概是打了29.62 liter。29.62里的，如果拿个计算机出来来算一个计算机，就是说我之前是跑了一个423.8，然后除一个这里打的油就是29.62打满了 ，OK， 那这里是算到一个是14.30的，接近啦，14.30跟14.6其实很接近，因为如果你拿14.3除14.6，它的准确度是98%，所以已经是很够用了的。97.99%，所以是很准的，这东西是很准，我很相信它的。OK， 那当然这个也是要看你整个驾车的习惯，然后你的讲踩油什么。Consumption B 是从你之前打满油过后，然后你 reset 它过后到现在的一个平均这样子 consumption B， 然后 consumption A 是你上一次开车或是最近你开车这个短时间的一个数据，而不是整个旅程的。所以我每次看 consumption B， 因为它是看完整个从你开 highway 到你总之你上次 reset 到现在的一个平均这样子。所以我现在我要再回去再 reset 多一次，每次打满油 reset 多一次，按照99它就 reset， OK， 然后一样的再去 Trip B 这里也是 reset。好了，现在不要讲那么多 ，OK， 现在要上highway了，这里写740啊，不过它改变了这个740 range 会改变它，因为它是一直在看着你驾的那个情况，然后再改变，有时你驾的比较快嘛。好，不要讲多，现在油风全部是正常的，超过250没问题，因为我早上已经打好了的就是700这里你早上7点钟出来，你去打风是最准的，因为它太阳没有所以天气没有这样热的时候，轮胎没有这样热的时候去打风是最准的，所以我打到240至少了。所以现在这个是打满了的，所以我现在出回去 ，OK， 好的。录制视频是一回事，然后再剪出来又另一回事，这个要吃很多时间的。所以我今天是等一下先过了这条路线，要出去大路了。OK， 没有车，好的。OK， 今天是11月7号，星期五来的。然后我要准备去柔佛。OK， 我看这个视频出来是几时啊？可能多一个星期后还是怎样？因为跟你录到你剪是两回事，剪也是很吃时间，然后再加上你还要加 subtitle 更吃时间。OK， 我尽量这次的视频。尽量把重点讲齐啦，然后我就剪掉，不要那种太长的东西。有时候我懂，有些这个视频可以做得很长。OK， 我现在出回去大陆，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 setup 这里，还有很多东西这样子，因为我要给你看到我加了一个中间这之前我没有加过，就是还有点挡着我的视线，不过还好不是挡到严重，就是说至少我可以给你看到这个仪速表的参数。但是它可能有点稍微蒙一点，因为这个相机这个 Action 5 camera 它太过靠近那个物体了，然后这样靠近物体它是不能对焦到很清楚的不过不用紧，至少我是拍完整个东西过后，然后我再放得很小，在一个角落，所以你看到的时候是其实没有说很严重至少还可以看到一点点的 OK。 然后这里有一个另外一个 camera这里前面是 Action 5 Pro， 左边这个是 Osmo 360，在我左边这边OK， 然后后面在录着的是那个我 Sony 的那个 ZV-E1 在后面，然后再加一个16mm 1.8的广角镜头一起
然后剩下还有第4个 camera， 就是在脚下面的录着。你看我脚，我有给你看到，就是下面这个是也是 Action 5 Pro， 再加一个灯，所以因为它这里有点暗嘛，我加个灯，所以可以看到它在踩着，然后有踩油没有踩油这样子。OK， 所以另外一个东西接下来我想讲的就是这个车我驾了这1年来，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这个模式了 ，e-pedal。我是从去年12月开始用这个模式，到现在几乎98%是没有关的，就是一直开着吧。除了那2%呢是关掉它，如果给朋友驾，他们要试驾，不然的话，或者是有其他人啊，我的亲戚的他们要试驾的，我把它关掉，因为可能不怎样讲，正常来驾驶来讲，你可能没有尝试过这东西，你会觉得有点惊讶。但是驾久了过后，我也是越驾越喜欢越开心这样子。然后你看我现在人啊，车是斜的，我在斜坡的，但是我没有完全没有开，我按都没有按啊，它是直接你总之你脚一放到完，它慢慢停，你一停到完，它就给你吃住啊，这样子，so that 那个车呢会停到完，这样子，这个很好用，就好像你永远有一个 auto hold 在此已经是开着了，只要那个车停到完，它就会吃住。然后你一踩油还在给你走，这样子。看现在是 brake ，OK， 我现在踩油，然后它放掉，看它放掉吗？然后我现在踩油，它就上去了 ，OK，so 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很好用。然后只要我在控制这个 e-pedal 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需要一直死命的踩那个 brake， 你不需要看情况，如果紧急需要的时候，我再开因为现在红灯了 ，OK 我现在就要踩这个时候呢，我就要踩着那个 brake， 我不可以放掉，因为我一放掉的话，它还是会走，它以为你要走，你看我放掉，它还走 ，OK， 我不要，我要踩着 ，OK， 但是如果是那个距离情况允许下呢，只要我的速度是慢慢缓缓的减下来，到自己停了呢，e-pedal 会给你吃住斜坡的好，平山的好，就是说走马来西亚整个马来西亚，不管是平路还是斜坡的好，它都吃住的，很好的，所以这个是很好用在很多情况，我几乎就是一直开着没有关的。然后我用了这样久，我没有感觉到它怎样对这辆车不好啦，或者是什么 negative effect， 完全没有这样的情况。So 接下来我现在出那个路，然后这里有一段路上去了过后，还是要转弯的。OK，e-pedal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去到一些路要转弯的呢，一般我们正常的驾驶来讲，如果你普通的车，你一到弯的地方，你可以开始放油，然后它会慢慢下来嘛。但是有时候它那个还不够多慢下来，你就要踩 brake 给它慢下来嘛。e-pedal 不需要 ，e-pedal 只需要你那个踩着油的时候，开始你一放油吧，然后这辆车会尽量去跟你 regen， 然后呢一 regen 过后，它就跟你一直减那个就跟你有个 brake。你看它现在速度自己慢下来了，所以那些你只是注意看我的脚，然后我现在还没有到很弯，我到很弯的时候我才放掉所以现在这条路是弯的 ，OK， 然后我就开始会放掉多一点，给它自己 brake 下来。然后这里我放掉还是你看速度会减下来，看吗？会减下来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再去踩那个中间 brake 了。中间 brake 是比较像是给我现在是，如果有紧急的情况需要下，你才踩的中间那个 brake， 不然的话呢，我就是给它我一直在控制我的油门跟放油的中间，它就自己在慢慢给你缓缓的慢下来了。我觉得这个系统是非常非常的聪明的系统。我开车开了40年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科技。然后一来这辆车是一个139千的车 ，OK， 139千马币的车，有这样的科技已经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牛逼的。因为这种科技平常会是在那种电的车会比较多，油的车可能没有听，因为肯定不能。但是要混动也未必每一个车的混动系统有给你这个 e-pedal， 或者是他们叫 single pedal mode 所以它这辆车就是你只要你需要去，你踩油它就去，你一放油它开始 brake， 所以这个是非常聪明。所以从去年到现在我就一直开车没有关，超喜欢。所以我现在只要一直保持我在那个路中间然后这路在转的这是另外一个东西我很喜欢的，也是 OK。可能对一些人喜欢自己开自己摆弯的人可能不会开这东西，但是对我来讲我一直开着，因为很好用。现在这样他知道这个路是弯的，所以这个 steering wheel 其实还有一点辅助你，它一直给你转，所以看着你的那个路的情况，
然后还可以转，就帮你辅助，就是说它就让你转。注意一下啊，有车跑出来，因为我出大路啊，所以。但是这个系统呢，它也是有限制的，它不是时常都有的，它是从60公里以上过后才出现，然后至少就是到一个速度过后，然后那个路如果开始转的话，然后因为它这个电脑可以侦测到那个路的线的嘛，啊，如果路转的话，它会跟着这样子，也是这个东西跟着转，啊，所以你不需要开 cruise control 的时候，它都已经开着了。啊，以前我懂事有一些是要开着 cruise control 才开着，没有，这个是时常都开着。只要你超过60，然后你看到前面那个路的线它变青色，这样的话呢，它那个系统就开了。啊，这就是那个 Lane Keep Assist 是吗？我也不懂是这个名字。啊，重点就是有这个系统，我很喜欢。啊，我每次开了。所以很多这种辅助系统我是一直开着，我没有关的。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觉得这东西很麻烦，因为好像被电脑控制这样子。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它是一个辅助，很好的一个安全辅助啊，这样子。然后现在我在这个Sunway Highway 直接要去Seremban Toll ，OK。所以基本上这种大路的时候，你就一直踩油吧，根本 ，of course。需要 brake 的时候还是要 brake， 看情况。如果它突然间 brake 了，你还是要 brake， 不然的话，我的脚永远应该是在右手边吧。啊，总之我在踩油跟放油的中间，这个系统是非常好用。这样子。OK， 好，休息了一下子，我现在开始开车。So OK ready， 我们出去。出回去大陆 ，OK， 所以我现在是在这个Seremban的 highway 了，那边Seremban要去柔佛的路了，就是 OK， 回去，然后这辆车，我开讲哦，E-pedal 我很喜欢哦，然后那个辅助系统也是很喜欢，然后我现在去一下，啊，我跟你讲几个点啊，就在这个1年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很喜欢的 ，OK。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现在是超过60了，所以那个它是变青色线，然后它会make sure 你在那个线里面这样子啦。你看我手没有在那个 steering 啊，它直接动了，它直接转了啊，但是不可以太久，它大概是15秒还是18秒这样子，它就会响了的，或者10秒啊没有 ，OK 可能没有可能就可能超过10秒了，它就开始叫你握住。所以这个系统呢，对我来讲有一个很致命重要的好处，就是我时常开车嘛，我也时常跑去 outstation 嘛，对不对？然后我时常会走来走去，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累啊，有时候会，你懂啦，开了久了就开车久了会累嘛，所以你想手放开，你可以按一下自己，给你自己清醒一下。那当然你可以靠左先，就没有去像快练啊，慢下来然后再左，反正你有那10秒钟，你可以让自己 refresh 啊，要再抓回啊，这样子的。So 这个是第一点哦。然后第二点我很喜欢的就是反正我都在路上有时开很久累了，然后要口渴要喝水，然后这个时候我也是可以要拿起来，我可以让开，我可以让喝，看到吗？对了，哎呀，有人打电话给我听 ，OK， 不用紧，我先 pick up call 先啊。我很喜欢这个车的那个声音呢，也是蛮清楚。Hello， 阿叔，听到吗？听到，方便讲话吗？可以，你听到我声音清楚吗？听到，我刚刚到车了。哦 ，OK， 因为我在马路上，所怕那个声音很嘈啊。你听到了？听到？哦 ，OK， 好，来，什么事？很多人问我咯，这辆车这1年驾了过后有什么自己觉得开心啊，不开心啊？讲真的，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一直以来这样多人吐槽的就是，可能这个坐姿不舒服。我不懂，我觉得我 OK 啦，我驾过70的人，然后来到这边我没有觉得太大问题啦。然后我也驾过以前也是驾过Sedan，我也驾过爸爸的Accord然后Sedan车也是驾过，到现在这个我觉得 OK 啊，没问题啊。然后它的那个椅子这个不够长还是什么，我觉得还好没问题
然后后面坐下去的时候可能太直，因为我收发载了很多我的朋友都好，亲戚都好，没有太多negative feedback 啦，讲后面椅子不好的，全部人讲很喜欢，因为它二来它后面位置是宽过我以前的X70，所以这个位置来讲是很好用，它很宽啊。然后不懂，个人呢，后面那个应该是太热了，因为后面那个相机没有，它是全画幅来的，所以全画幅没有这样耐热啊，这样子，所以我现在这个还在录着，不要紧。So 还有什么？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基本上没有太多问题吧。可能另外一个人会 complain 的就是那个，因为轮胎，它这给的轮胎是比较 sporty 的，所以 sporty 的轮胎通常的毛病，可能他们讲说比较潮，我觉得还是有点潮啦，是这样吗？不过你一驾了这辆车，你看它这样舒服，这样好驾又这样有力，然后很多这种safety 东西，然后就整个总共的体验是很好的，你都忘记了那个轮胎声音了，所以我都驾到习惯了，所以我觉得没有说太大的严重，只要改次轮胎要换的时候，不是去换一个好的轮胎咯，更好的没有这样潮的，反正是换轮胎吧嘛。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家 complain 的是那个轮胎的花纹啊。因为这个轮胎是给你的是 sporty 点的，它比较刺地，然后它不是那种比较厚的，比较薄，然后加上这个 rim 是19寸，所以然后二来这个车的前面是比普通的油才更重，你不要忘记你前面有油，还有那个电池在一起。OK， 我现在跟你讲的东西是以一个experience， 跟我不是一个专业讲车的，或者是专业在这种physics in 这种车的那种technology 什么，我不是，我是想讲，它可能车前面太重了，因为有电池嘛，又有那个我讲错电池了，有那个 electric motor， 再加那个油的 motor， 两个加在一起，所以它一定有一定重量的。然后其实我也是有 feel 到了，有时候我过那种路，那个坑太深的话，我可以 feel 到这辆车空这样子的声音是严重过以前的我X70，我可以 feel 到，因为它比较重。所以这时候呢，它的 rim 给你是 sporty 的19寸这样子，然后再加上那个大家是它稍微是薄嘛，19寸了，然后它还是25是吧？我没记错的话，就它不是很厚的。然后那这种的可能它就没有这样耐 for let's say 如果你是那种人喜欢开快的，因为这辆车讲真的它很快，你一踩油它就去，它真的是很快，它比普通的那种以前的油车快了很多。OK， 比我X70快很多，所以它有力了过后，再加上你车前面重，然后又加上你的那个轮胎 rim 19寸，然后那个轮胎又是薄这样子，所以它的花纹呢再加上这个轮胎是给你比较刺地的，所以它的花纹很容易损掉。这个是我看最多人 complain 的啦，所以我觉得还好。等一下可能等一下你看到一些视频啊，我会放出来，你可能现在也看到了。因为我等一下会停了过去录，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车的实际的那个轮胎的状况是怎样的。因为我现在找个地方停下来，我才可以录给你看。所以我就正常驾驶 ，OK， 我不是一个跑很快的人，我不是乱拉车的人，我就顺走。你看我现在是顺走的，因为反正我现在是要跟你讲话，所以我一定要顺走，不要分心嘛。然后我也不是分心，不要驾太快，危险。就算我快的好，偶尔130、140个车这种我不会说一直要快150、160、170这样子那拉出去，没有，我就是顺着路就算去到 highway 110 ，OK， 去吧，这样子，或100、120、130，要各车嘛。所以我是正常这样子加啦，然后但是我的车是平常我会载很多器材，你可以看到你看到没有？其实这里下面很多脚架，我在有6、7只脚架在这里，然后后面呢其实也是很多器材，摄影的东西全部在后面。所以我整辆车通常我是载很多东西 for 我的器材的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轮胎是正常损耗的，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花纹是怎样的现在也可能已经看到了，因为我放上去。所以对我来讲，正常咯，就这样咯。然后你明白它的逻辑在哪里 ，logic 就是它的逻辑在哪里。这样损耗不好了，改次不是换新轮胎咯，是这样吗？人家可以给你这样的东西，你一定同样时间，没有东西是免费的嘛，有东西给到你，一定有东西要拿回的，是正常的。你每样东西都这样子的嘛，都是很公平的嘛。没有可能全部东西给完你，
然后全部东西又可以给很给咩？不可能嘛，所以就是一定是有东西给你，又有东西拿回的，全部东西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看你讲在这样多个范围的东西里面 overall 来取舍啊，我觉得这人是要取舍的，所以我们要 overall， 你觉得这是 OK 舒服，对我来讲可以没问题，所以我感觉上这轮胎我应该可以开到一个4万5万没问题的，我的用法啦，我不懂其他人，但是有些我看到有人1万多就跑去换了，我讲1万多跑去换太快了吧 ，OK，so 到时候再 update， 如果有到时候我看有什么新的 update， 我关于这轮胎的 update。OK，so 大概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So 我可以给他1排的了，然后这个然后全部很舒服。OK， 还有什么东西啊？我都忘记了。基本上这一年里面OK，现在我们讲一讲油耗这一年里面我平均一桶油，如果你真的是一桶油也用到完了，空到完了，850是最少了，至少 minimum 一定是有850。如果你要把油桶空到完，但是平常时我不会这样做啦，因为我都是比较安全的，我会至少说油灯亮的时候你去打油这个是我的做法。但是这桶油一定有一个850，给我来讲，我都在这样的东西一定有850。如果你们是普通驾驶，在 family 驾驶，然后只是在一个小孩子上课上学，或者是没有这样，好像我很在用东西的，可能比我更好。那当然也要考虑你的旅程，你每次驾驶习惯然后你的很多方面啦。所以我是想讲，平均我是850一桶油，但是如果你讲那个灯一亮起来让我去打油呢，是750这样子它就会亮起来让我去打油。OK， 之后来到休息站去了休息了 ，OK， 现在又回到车了，然后又准备要出去。所以我想讲另外一个分享，就是这个车的冷气开了这1年来，这个冷气其实是非常冷一下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里释放这24.5度 ，OK， 我很少用 dual 啦，我一般都是用一个度，然后两边出的风就一样冷这样子。你看24.5，我一般都是调在24到25里面，没有去到太低。最低也是可能22、23反正这个冷气是很冷。然后不要忘记，现在我车是没有动的我车是在停着，然后它还是在跑着电，因为这电池还有很多电你看这里还有很多电，所以我先按这个多一次，然后再按大个点，你可以看到它这里还有很多电的，所以这电池只要够电的时候呢，它是不会去 start engine 的，所以每次你开车 start 车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呢 engine 没有 start 的话，就代表它电是够的话，它 engine 是不会 start 的，然后它一直跌到现在一个38这样子engine 才开始 charge 咯。如果你车没有动的话，不然你车走的话还是会 charge 的，然后去到一个70还是88呢，它又停了的，又开始跌下来。所以这个电池是永远不会低过30。现在这里没有写，它没有说多少%，但是我的感觉是它不会低过30，也不会多过80，它永远在这个位置里面上跟下这样子。所以现在还是在跑着电罢了，没有 engine 没有 start 的，然后这冷气是冷的 ，OK。虽然这车 engine 没有 start， 冷气是冷的，而不是有些车是 engine 没有 start 的话，它就是冷气变成风去，所以这冷气是很厉害所以是很冷的。所以基本上 within 2分钟你一 start 车开冷气，它就是冷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冷气是很冷，然后一般我都是没有开到这样大风，我都是放一个2度风正常，不然1度风，然后我都放24到25度就好了，因为它本身就很冷了。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设置。好的。So 接下来再开始再加车，然后再去 OK， 那可能慢慢再分享。现在出去前一样开着1排的全部正常 OK， 我开大个点，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还是在 stationary 是没有咯。现在走，现在开始重它用 EV 先对，然后这个现在是有那个360 camera， 我开这先，它有个360 camera， 现在你看不到它底是现在完全是看不到透明的，不用紧，你走一段路过后呢，它自己会有那个出来的，你看慢慢透明了，看吗所以一下子只要你走一段路，它就会给那个下面那个透明就会出来了。哇，这还掉落力OK， 慢慢出现。OK， 所以现在还是跑着电的，然后我还是用这1排的，非常好用。OK， 现在走了，然后要上 highway。没有车 OK， 在哪？ So 你看很方便，
只要我踩多点油多点，再取快点，它那个 engine 就会回来了。OK， 你看这电还在控制电哦，电是给车那个 engine 走咯，但是那个车走了，然后是它需要 engine 进来的时候，它就会进来了。OK， signal 出来，慢慢出去。这个我也是喜欢的，那个 blind spot， 这个 blind spot 蛮厉害的 blind spot。OK， 1、2、3，上。这个楼要出来了，他打这个signal，我还是要出来，不行。上之前我们现在一个200多公里啊，可以才去到 JB。所以这个总之他驾了这1年来，就算是怎样讲好呢？总之他每次你一驾这辆车，他给你那个第一的感觉体验就是很舒服、很爽，然后可能因为它是一半油半电这样子然后你觉得它就是一个很豪华、很高贵的，很厉害。OK，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想讲新车里还不是很快。这个的 hybrid 的车，它其实没有好像之前普通车样子有很多牙的，1、2、3、4、5、6、77度的那个 clutch 这样子没有了，它就是一个2度吧，其实它没有7度，所以基本上你大部分时间你是 feel 不到它那个换挡那个感觉现在要上去了。这辆车换挡的时候大概是在65到75里面还换，所以你只有在那个时候 feel 到它那个换挡包，不然的话剩下时间你是 feel 不到。因为之前很久以前我开始做分享时，我 feel 不到它，然后我一直讲说你 feel 到在换挡，其实它是有的，但是你要在65到75里面那个范围 ，OK， 然后你 feel 到看你的路是怎样，如果路是平的话，它就换上去了，不难。但是如果你在上斜坡的话，你在那个时候一踩到很油，它一直在用低的牙让你上去先，因为你在爬山嘛，等你路平了，它才换去另外一个档这样子，所以在爬斜坡的时候，刚好你又跑的速度是60、70多，你会feel到那个 engine 它会转到比较大声，是因为它还没有换到另外一个档，那个时候它给你第二档是给你爬那个山这样子，所以你们可以 feel 看这个，如果你在加到 Hava HCV 的话，它换挡大概是那边的，不然的话现在我们加的速度它还在用这第一个档的，还在第一个档，所以基本上这个整个车那个踩油感觉好像弹弓这样子，好像它不踩了过后直接给你来，不是，它就有点踩了过后，好像一踩还弹过来，然后你一拉回来它就是那种弹弓感觉你一踩它就这样子拉过来给你缓缓这样子，它不是突然间直接的这样子所以它这个总之它这个电不是那种很突然间给你很多电那种不过也是很有力重点就是不是说没有力，是有力的，只是说它这个系统是这样子的设计，弹弓所以只要你踩多点，你上它就上了。所以现在我没有没有机会上60、70，因为现在这个路还蛮多车，surprisingly今天还蛮多车的。我要上去的话，我才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换挡的感觉。OK， 现在55。基本上是这样，这个2档的 hybrid。讲到这个 blind spot， 我非常喜欢，很好，它基本上都很准，还亮，还有很早就亮了，跟你还没早可以知道有车在旁边。OK， 我可以快一点的 ，OK， 然后再上去 ，OK，feel 看换挡，再 feel 那个轮踩的时候你 feel 那个 pedal 开始抖多一点但是不用紧，因为你路线是平的，所以它很快就换上去另外档了现在去另外档了，但是你根本 feel 不到它，只有在斜坡的时候，你在60、70你换挡时你才 feel 到它严重点，不然的话正常的话你 feel 不到然后你一上去踩那个力你看它现在是93，我踩，然后它一上就上了，看到吗？如果我要快的话，它可以很快这辆车。然后现在一下子现在110不要忘记我现在爬着上来，它是一个斜坡来的现在是116了，看到吗？所以是很有力的车。OK， 不用紧，我再慢慢松脚，然后再进回来先 ，OK， 进回来先 ，OK， 再找机会，然后再示范多一次给你看，放慢速度先你一松脚的话呢，
它就开始 regen 哦，regen 的时候呢，它就会开始 brake 哦，这样子的。所以这个 regen 是看那个路有多斜，又跟车多快。我试过90的，去到90都有可能。如果路很斜，再加车很快，它可以去到90，这样子。现在你看我现在是94，好，然后后面的车觉得我慢了，不紧，我要找机会。现在是99，然后后面右边车很快来着。OK， 踩上，现在一段路，看吧，如果要上它就上啊，很快，真的很快。现在突然间110、120、110多，你看一下子，所以你要那个力哦，它真的是很有，你要割车很容易的，这辆车非常容易割车。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OK。然后另外一个 tips 就是。你上了 highway，OK， 然后我们很多时候会用那个 cruise control 嘛，就是你可以开这个东西，下面这个就是 cruise control 的，现在这里有一个相机可以看到。所以如果你要开 cruise control， 我就是你要这里向后推一次向后推一次，它会出那个加减，没有一个点，应该3个点 km/h 它出来了，然后它上面中间那边开始你会看到。有那个车的影子跑出来，就左边右边车经过时还有一个影子，你要开这个退后才有啊。然后如果你要 start 那个 cruise control start 的话，你就要按下一次推一次 ，OK。记得第一步是推后面开始，第二步就是推下面一次给它开始那个 cruise control。然后你现在是100吗？按下一次，它就从你最后一个速度有的它开始锁住，然后你可以再上去上到110 ，OK。So 这辆车现在永远会保持在110的速度里面，但是它又不会超过110，然后要保持前面的车跟这个车的距离足够安全，跟那个距离的安全，跟也会跟着前面车的速度。如果前面车速度慢下来，这辆车速度会跟着慢下来，然后同样的还要保持车跟车的距离一起。这就是那个 adaptive 的 cruise control 的好处了，它一直跟着车的速度来算你这个距离，然后也保持你这个车跟那个车的距离。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讲说，这里这个控制的，这个按的，我现在是换成最多的那个，所以它是保持最远的，所以这辆车现在是一直 keep 着那个速度咯。只要那个路况可以的话，可以去到110，它就会上到110。但是如果有车，它就会慢下来。然后看前面的车速度多少，它跟着慢下来，所以前面的车现在是走的94吧。虽然我是跟他讲要跑110，甚至更低，你看我越来越靠近它了，所以它跑到更低。所以这时候我要割掉它 ，OK， 我打醒了，1、2、3，踩上，你看，你在 cruise control 时也是可以用的，一下子就上来了。你要割车，这辆车是很容易，要切豆腐这样子就去切爆，OK， 切完车了过后，脚放开。OK， 再进回来，然后它 cruise control 还在开着啦，没有关只是说我踩油让它去割车，但是你脚一放了，它还会回去你刚刚跟它讲的那个你要的速度，它还是回去110 ，OK， 就是我要的速度，所以还保持110 all the time 直到前面的车慢 ，OK， 我会再找机会割车，就是这样子用了。如果你要用这个 cruise control， 就这样子用，非常好用。但是有一个 tips， 这另外一个 tips 就是关于省油的。我也是有尝试过，如果你要真的很省油 ，cruise control 本身其实，在油的车其实是对，它是很省油，因为你把车保持在一个速度嘛，不要一直太大改变嘛，然后让电脑慢慢给你缓缓的增加速度，不然的话就是保持明白，真的在 normal 的车 normal 油车是省油是对的，但是在 hybrid 来讲，它不是最省油。尤其是在这辆车情况下，cruise control 不会太过就不是最省油那个。如果你要真的是省油那种人，你很喜欢省油的话，你必须用 e-pedal 开到完。就是你去哪里的好，你去 outstation 好，你去槟城好，去做好，用 e-pedal 开到完，不要用 cruise control， 因为 cruise control 它现在你注意看你的那个左边是 power 嘛。但是它变青色的时候是 regen 嘛，
它一变青色 regen 的时候，你看不到，你在用 cruise control 时，那个 regen 几乎是没有的，你看不到 regen 的，它就是永远在用 engine 来补那个速度吧，然后它不会让你在 charge 那个 engine 那个怎样讲 charging 给那个电池这样子没有的啊，其实是 engine 的一直在操作，然后供电给电池，然后电池要处理给那个马达，然后马达给你车轴也对，然后如果你用 E-Pad 的话，它还是会有一部分的 engine 的 kinetic power 回馈到你的那个电池里面，这样子，所以有那个 regen 啊，只是说你用 cruise control 就没有 regen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不管怎样开都好，如果斜坡都好，你看零，它现在是零的，斜坡是零啊，这是斜坡啊，下去啊，它保持在零的，它不会减的，减的话就是电池所以那个 engine 在 regen 着那个电池，这样子，这样没有零啊，所以 cruise control 是不会省油，没有说不会太过省油。如果你很讲究那个省油啊，其实它的分别就是，如果跟那 E-Pedal 还有这个 cruise control 它的相差，我的感觉是一个，我上次有做过 test 啊，大概是一个6到8%这样子，6到8%的差别。如果你用 E-Pedal 开到完，跟有用 cruise control，E-Pedal 多给你一点点的油那个里程啊，6.8，现在车前面慢下来，然后这辆车自己慢啊。但是我也是有准备着啦，如果需要踩 brake 我踩 brake，但是它现在是自己踩的，我没有踩。因为它侦测到前面车速度慢下来。OK， 所以总结就是 E-Pedal 还是最省油，但是坏处就是你要一个脚踩着油门踩3个小时，也不可能嘛，你脚会酸啊。所以有好有坏咯。如果你真是很讲究省油，这样你就用 E-Pedal 开得完，不然的话你就用cruise control，你就可以省掉自己的声音，然后舒服一点，又开得像幸福啊。这些系统没有说谁最好谁不好，讲到尾就是你自己开心就好啊。然后哪一个系统你觉得最棒啊？然后知道它的好跟坏，它的分别啊，这样子好了，不一定代表是说你一定要用它，这是看个人而已，看个人自己本身对驾车的习惯跟感觉还有感受什么的。所以但是好像我这样子我去做工，我要休息，我不要一直踩这个油门，这样我就开着那个cruise control好了，就让它一直跑，这样不是省心哦。如果真的是要省油，是可以省油的，我就换去摩托咯，这样吧，明白吗？好的，所以基本上我现在在这里，这里是走着OK， 晚上好，现在是还有50分钟才到我要到的地方，在JB，我已经停好3次。OK， 跟你 update 一下，就是刚刚我在那个大曼街上面附近打满油嘛，然后打满油过后就来到这个JB这边哦，跟你 update 一下，实际的油耗 ，OK， 然后我是正常驾驶，没有开到特别快，要各车就各车，都是在110、120这样子左右，有一小部分我用那个cruise control， 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用 E-Pedal， maybe 30% 是 cruise control， 剩下都是 E-Pedal 比较多这样子，因为 cruise control 其实是没有这样省嘛。OK， 重点就是现在平均是跑了16.8 km/liter， 然后回来先我看看这边，我剩下可以跑678公里 ，according to 这个电脑算出来的，因为还是看你的整个驾驶的里程，然后再算出来。从这里面呢，我觉得加了大概280公里279了，280这样子，再加一个678676 280，两个这样子加起来呢，大概是一个900多公里。OK。如果你省价的话然后没有加太快，你看因为其实我这里加比较慢，所以它现在飙上去了。这个数据一直会改变的，它跟着你的实际情况来改的。所以如果是我跑着稳这个70 km/liter， 70 km/h 这样子跑，会跑更远。OK， 不用紧，我先上各道车 ，OK， 踩油上去。OK， 踩油上，我讲的这条车很有力，上去
OK 啦，实际没有这样多啦，可能我算它一个650，算它650，再加一个按错了，是调转来这里我们算它一个280嘛，650。900多差不多，不过900多是要很乖乖加了，不可以加到太快了，所以我觉得正常有一个880到900样子应该是没问题的。OK， so 再踩再上，可以踩你就上了这个力度你可以看到那个 power 出来很有力的，就它给你那个感觉是以前给不到的，没有这样的东西。然后如果有的话，可能要去那种德国品牌，不然的话就是很贵的电车那些，可能 maybe 不过电有电车啦，这是还是油跟电的车，做到这样丝滑的、这样 smooth 的 transmission， 这样 smooth 的一个那个驾驶体验除了路上听到比较吵之外，不管你听到没有，就那么一点点东西不好，那其他东西都很好了就好像全部东西全部都是9分、10分、9分是很满分的这个就少了一点点，就这样，因为它是实际上是比我 X70 以前少那么一点点这样子没有这样，X70 以前比较安静点，就吵一点点，是这样吧 ？OK， 所以我要想办法过掉这个 van， 这 van 太慢了。等一下，不能，这车太快。我看一下你看我踩 ，OK， 加熄踩油 ，OK， 看吗？就是一瞬间。一去，它很准的，知道吗？它很准，你一踩它就去，很准的，很准确的，不会说一点 delay 的。以前我 X70 是会 delay 的，这个没有 delay， 非常好。OK， 我开始放脚先，因为有点距离了，开始车比较慢了，所以它这样慢下来咯。OK， 所以我就控制我这个油门一点点，给它走前面一点点。如果它需要停到完，我就让它停到完，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在走着，在走着。你看前面车停了吗？不是 ，OK， 所以我就开始放点了，再踩一点点，再踩一点点 ，OK， 要停到完了 ，OK， 再放掉它就停到完，停 ，OK， 后面的灯我看是亮了啦，但是我没有一个 camera 在后面所以看不到那个车灯。本来就是这辆车它只要停到完了呢，它大 brake 才吃进来的，它慢慢这样停了呢。通常是应该是那个 engine 的 regen 给它慢慢 regen 的时候 break 它的时候，就 engine regen 来停它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现在在塞着车 OK， 然后你看我讲到我全程都在用120罢了基本上，然后只要那个脚松一点点它就开始 break， 但我踩下去的时候它就开始走，但是我不用踩很多，因为它真的它很有力所以你不可以踩太多，你要点它多一点点它就去了因为现在是用电机的那个电的那个电池，然后再转去能量去那个 engine， 然后那个motor， 所以然后motor再给它这车走这样子，所以现在有点堵车了，所以基本上塞车时我就这样子用罢了，很好用我觉得好用但是有些人觉得不好用，我觉得 OK 可以很好用这样子，所以就只要记得，就是你永远保持你跟你前面的车有一个距离，这样你pedal就够时间给它去停，不要有些人比较喜欢车跟车黏屁股那种就不能，这个需要距离的，所以你必须给它个距离，只要够的话呢，你脚一松开它就可以 break 一 break 可以 break 到完，停到完，一停到完它就是 auto hold 了它 auto hold 在pedal是永远开着的，我根本买了这辆车这样久了，我可能按不到2次，它就是没有机会按，因为它这pedal是它都太强了。你看停到完了，看吗？停到完然后我要走，我再踩，还再去，所以pedal永远就是有 auto hold 在后面带着的，然后再放，还有停所以我看后面的车，OK， 后面的车正常，没有太近这样咯。所以真的是很方便的，所以现在习惯了有这种pedal的东西，以后我买其他车没有这个东西，觉得不习惯去，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太好用了，真的太好用。OK， 停，脚放，还在停到完 ，OK， 然后再走。所以你不用一直死命踩大 brake 不像以前这样子，以前
以前旧款的那种车，不久呢，以前的驾驶方法就是这种情况下，你的右脚很大可能性一定会连着中间一个 brake 的，因为你要一直踩 brake 来给车停嘛，所以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这个你就直接放到完嘛，然后它就是直接 brake，然后你踩油它就去，所以这个真的很好用，非常好用。大家好，又回来到我这个分享的时候然后对，那当然你看了我一个很长视频 ，OK， 所以我是想大概做一个总结一下关于这个整个视频。然后现在你看到这视频的时候已经是月尾了我其实拍摄之前的全部视频是月头，也看到从月头拍摄、录制、再后期、再录制，到现在又再录多一次，在后期，就整个时间拉很长所以不用紧，重点就是我很想分享关于这辆车的一切的奥妙啦、美妙，还有它好跟还有什么东西，我觉得可以再改进跟就是以后可以再 improve 的。不过 overall 整个 impression 来讲，这辆车是买到很好的一个车，它几乎就是我觉得一个9分我觉得一个9分很高的一个分数的讲真心，所以我很庆幸我买到一个很好的车，然后基本上没有给我太多的问题然后就除了一些小小的。我觉得可以改进的话，就大概是不是很大问题所以我会跟你分享有什么东西。基本上对了，其实这辆车呢，我现在已经到了25000了，然后我也是去了它的25千的 service。所以这辆车买的时候，它已经是有 free 5年的那个 service 啦。所以包括现在他们也是很多 promotion， 你买这辆车是也是很多，也是有那个 free 5年的 service 的。所以基本上就一次 service 放你看没有？我放这边。OK， 可能你看不到很清楚，不用紧，我会放在 screen 那边给你看。基本上就是我只是付了一个226块，因为剩下的 service 的东西全部是 cover。那个226块是有差不多一个alignment， 我要给 alignment 是要自己给钱的，我说给 alignment 的那个价钱然后还有换轮胎要前后的，就 alignment 那边是一部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多了2样东西，就是那个 engine flush，engine flush，OK， 所以可能是类似清洗的，他是 recommend 我啦，我做啦，我就 OK 了，我就做咯，给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fuel injection cleaner，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感觉上就是 make sure 它的 injection 那边会湿滑，因为可能油走久了过后，它会有点阻塞这样，所以他现在 recommended from 那个GWM USC 那边的，我就去做吧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我一个这样大辆车 ，service 才200多块，其实是很便宜比起我以前 X70 以前每一次 service 要500最少，然后可能有时最高就要1500有时有去过好像最高是1600，我也试过，所以要靠时候看换什么东西然后现在对了，然后昨天我一个朋友他是 X50 的，他 service 也要弄了超过整。没有好像是600-700也不便宜了，所以这样大辆车这个 service 我觉得是很棒的。所以基本上就在月尾了，然后那当然我这辆车我其实之前我参加过那个第一次比赛1000公里的，所以只要凡是有人之前有比赛过那个1000公里的，然后有达到1000公里那个目标的话，然后全部那些赢的者呢，他都会有GWM Malaysia 都有颁发那个1000公里的Achiever 那个奖给全部赢者，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还有他给我，然后我已经连了下去。OK， 我放在这边先。你看到这里1000K Achiever 这个东西是 GWM Malaysia发给我们的，然后我是其中一个赢者咯，所以我就有这个东西了。OK，so 就是这样。OK，so 我人在怡保这里，然后在今天算休息一下啦，然后要准备去做工作东西，所以我还在这里啦。OK， 我的 Hava H6 HEV 很帅气的车，到现在还是这样帅，没有OK， 来更新一下轮胎，讲它是前后有调转了的，所以这个其实是后面的轮胎啦。你可以看那个花纹，我觉得正常咯，都是这样的型号咯。所以我看我在 update 你，如果有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没有太大问题。然后我看之前前面轮胎呢，它换来后面了，就在这边。所以我的是正常驾驶啦，我没有太大损耗，因为我没有踩到很快跑很快那种的。然后这是后面，这是后面 ，OK， 后面
OK 好吗？然后前面哇已经调转了啦，你看到前面轮胎的花纹比较好看，因为它是后面轮胎调转过来的，所以会比较的来的看到更多花纹哦，这样子的。OK，so 大概是这样。OK， 一样东西我想 update 就是，也不想 update 了，就是可能好来先。我希望以后可以有一个，如果有一个 firmware update 也好，对我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本身呢是载很多东西的。OK， 我先给你看看我本身载什么东西啊。这里只是78%的，因为我已经拿出来一件东西了。OK， 开，不好意思，按负9。OK， 现在开了那个不，so 我给你看看一下，一般我会拿的东西就是这样。然后我有这个，我买这个 3D Matte 的 cover 很好，就可以拿，有这样的东西是可以让你盖着，因为那个拉的那个就是它位置会挡着，它会挡着，所以我用这个 3D Matte cover， 我那个整只我就拿出来，你看到 ，so 你看器材，这是灯光的器材，我们的喇叭还有一个器材后面也是有，这也是器材，这里其实是行李箱，我拿出来了，然后这上面昨天呢我是塞得满满的。还有电线啊，乱七八糟东西，所以是满满塞有剩下一点小位置啦，给你看后面啦。不过这个是你看我的器材的空间 ，OK， 是塞得满满的啦。然后还有后面，往下前，后面呢我也是载很多东西，你看也是满满的 ，OK， 这我也是拿东西出来然后不然有包很多包东西，这是其中一个摄影器材咯，在这里。然后这里面，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脚架的 ，OK， 就是这里面有很多脚架，这里只是一只那是这一包的，下面还有几包的，所以然后这里可能有7到8只脚架，全部在这里，所以很多东西。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里下面我帮你看到没有，我留一个小的位置，我点一下飞对角，这里留一个位置，因为这里手下面这里，如果你摸了这个位置下面，我再进不去，它是一个洞的。尽量就是你不要挡那个洞太多，所以你可以给那个风进去，冷气风可以进去。OK， 你们注意一下，你们车下面是一个风，给它吸风的，这你要注意不要挡着。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从KL 去 JB， 然后又回去 KL， 然后有时去槟城，跑上跑下。OK， 这一个东西我想 update 就是，关车先这个也是一个其实，它的车门稍微要关大力点，我还没有去弄。可以弄的，其实你可以去找去那边弄刚好，我觉得 OK 啦。它就是有时候，你看我大概这样子关，你看它关不完的，它就是还要抬大力点哦。右边呢还好，我觉得是左边那个左边这个是比较吃力点，左边这个要大力点，就是可以去弄的。其实我没有去弄吧，你看我在关，你看还没有关完的，所以我要大力点。OK，小事这些是小事，没有影响车就好了。唯一东西我想吐槽的就是，或者是我希望改次可以进步，或者是以后有其他车的话，给我这个选择。因为呢，我本身是你看我载很多东西的人，然后我必须要拿上拿下。有时候我就是左手右手拿满满的东西，没有手了，我就剩下这个。然后有时候可能走到比较远一点，然后我要知道，糟糕，我这车有没有锁？因为 Proton 以前的话有个 app， 你可以看到可以锁没有锁。在以前但是这个车没有那个 app 嘛，所以你不知道有没有锁。你唯一的可以靠的就是你按一次 ，OK， 我再按一次，然后它就是锁，然后吧，它是锁了，对，有这个灯。但是大白天好像这大白天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个灯的，看不到。然后尤其是我站得很远，我又看不到这个灯所以我希望以后的就是可以，就是说如果有啦，就是你开车关车的好。它有一个 horn 的声，可能就算不要有开车了，你只要关车的时候 horn 一次就好了，然后我就可以知道从远我知道它这个车已经是，就是说我按一下，你看，如果假设我按一下，它就 horn 一次我就代表它是锁了。这个小东西罢了，不是很大的问题，只是有时候我拿的东西走很远过后，我想我的车有没有关我好像忘记了。你懂吗？就是有时候你太多东西要拿去时，你会有这个焦虑，就这样吧。所以基本上这辆车是我们可以说是给我来讲对我是很好的很省油，很有力。OK，so 基本上是这样。谢谢你观看
然后以后有机会我再做多点视频。有一个人一直问我几时做一个 introduction to 这个车的一个视频，可能改天我找机会再做。大概是这样子。好，谢谢你我们下次再会。